不是大虚的异兽。哇，好漂亮的大船！会冒烟，还会发光，以前从没见过呢。是从外界来的吗？神霄天眼。有一幅帛画，画上好像是永江，还有山川地脉遗迹。这些人记录大虚的地理要做什么？严康，是严康国的船。听说严康的城池已经建到大虚边缘，现在画地理图，难道是打算向大虚发兵？秦将军，有人在窥探战船。那个严康人的眼力好强！大个子，你会回镇阳宫，把大虚地图毁掉，不能被严康人看到。不知道严康派了多少人来，得赶紧告诉婆婆和爷爷他们。看衣着，他们也是严康的。怎么鬼鬼祟祟追着那艘船？那人往下游逃走了，连我的眼神也承受不住。不是那些宗派的刺客，不必理会。神域严令各国封锁神器之地大虚。此前国师违抗神谕，让我自然署用丝绸与大虚通商，以使各大宗派不满，要求陛下诛杀国师。如今国师又让秦将军勘测大虚，我担心神谕。锦娘姐姐，我从没见过神，只见过那些宗派打着神谕旗号作威作福。皇帝不听话，他们就杀了皇帝；国家不向他们进贡，他们就灭了国家，好不威风。七公子，此行危险异常，还请七公子暂避舱内。我才不呢！大虚如此奇妙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多可惜啊！秦大哥是国师的弟子，你觉得国师不惜违反神谕也要与大虚互通，是为什么呢？大虚虽然蛮荒，但神迹秘宝数不胜数。严康只需丝绸、香料、茶与酒，便可以换来奇珍异宝，这才让我严康兵强马壮，也逼得那些宗派不得不臣服严康。那国师想进军大虚，又是要做什么呢？国师为的是江山社稷，只要将大虚纳入严康版图，每一个严康人都能研习藏在大虚神迹中的神通道法，不必供养那些蛀虫一样的宗派，将来严康人人之躯皆能比肩神奇。这样的人，那些宗派竟想着杀他，他们以神谕之法杀国师，我严康就以朝廷之法杀他们。所以七公子也逆行宗微服出巡，是特意等宗派的刺客动手。陛下旨意，凡阻拦此船者，视同谋逆，一律杀无赦。公子，公子，永江好像变红了。好多尸体，是尸体的血染红了永江。永江这么大，这得有上千不上万人的血才能染红吧？什么大妖，居然杀了这么多人！尸体似乎都是严康人，
难道是刚才那艘船上的人杀的？奇怪，严康人杀严康人，怎么还要跑到大虚来杀？地动山摇的，这是什么动静？不好，他们在上游开战，加速了冰面破裂，提前形成了冰潮。这么多尸体和伏兵，一旦在下游堆积起来，堵住水道，江水就会反灌到江边的村子，形成大洪水。那该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们在下游帮村民疏通边塞的水道。胡灵儿，你去告诉他们严康人和冰潮的事，我去找人帮忙拖住冰潮。严康那艘船朝着我们来了。谋夺我严康朝廷命官佩剑的器皿，可是你是顾里暖想吃我，我就拿这剑来护身了。他在你船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剑鞘也弄出来？有了剑鞘才是一套啊！臭小子，你可知你犯了多大的罪？这把剑可是老先生你主动送我的，还非常热心传我剑诀，请问何罪之有？你有恃无恐，倚仗的是这位前辈吧？晚辈严康国师弟子秦飞跃，正四品中武将军，敢问前辈可是枪神？太新奇，一个瞎子而已。3年前，我严康国的南疆武苗府府牧穆悲风，与众多漓江派高手被枪神刺死在大虚中。前辈可曾听闻？哼，杀害朝廷命官，狂徒无法无天，大虚当用严刑峻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可叹！用枪法调起整个永江。这老瞎子恐怕真是消失多年的枪神。一代枪神怎么变成了瞎子？我倒是好奇，我严康的真元炮跟他的枪法比，哪个厉害？众将听令，开炮！好大的威势！何人？谁？这人速度好快，你们可知他什么时候上的船？我的香囊呢？大虚地理图。我的剑鞘去哪儿了？糟了，我的观音不见了。金将军，不好了！我们正准备开炮，但是真元炮核心丹炉的钥匙突然全都消失了。连丹炉的钥匙也能偷走？我知道了，他是神偷。当年他夜入皇宫，在众多大内高手眼前偷盗国库，盗走了神赐给开国皇帝的地牒。国库中无数线索杀阵悉数无用，幸得国师出手，才将他的一条腿斩下来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被他带着地牒远走，消失无踪。神偷竟然也是器皿少年背后的高人。回去告诉国师，保管好我那条腿，我会亲自去取。神偷前辈，把香囊还我！七公子莫追。严康打仗怎么还带个胖娃娃？
戴面具的人。宙斯卡不断，猪王有毒，快闭气！是毒王，能招百毒、治百毒的毒王。岛满多，战船速退！金将军，后方江面上也有一个敌人，不是半个人。哪来的半个人？他没有下半身。这刀法是天刀，向天横刀，结果死在诸神手中的天刀，竟然还活着。七星神堂，开！全军听令，全速攀升！是。金将军，这群人太难对付了，我们是否动用更强的武器？船上莫非还有什么法宝？这群人如果想对付我们，一个人出手就够了。他们是代表大虚，在向严康国示威。这次显然是警告，出手还是留有余地。我们无需死战，撤！是。回去告诉国师，大虚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，都休想觊觎。枪神、神偷、毒王和天刀，每一个都足以惊天动地。大虚不起眼的村子里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恐怖的存在。那个夺走少宝剑的少年，莫非就是他们的传人？这些老家伙不过是螳臂当车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国师进军大虚。我严康国会给大虚建立新的秩序。若是能招安这些宗师前辈，定会对严康大有助益。神偷啊，可是盗走地蝶的罪人。地蝶留在国库也只是一枚宝剑，能因此与老前辈结缘，说不定是严康的机缘呢。集市还在正常运作，严康应该还没有大规模入驻。大虚向来以物易物，香龙城却在用这个龙币。又遇上他了，原来是个放牛的。那些瓦罐看着破烂，却是神通者所炼，他倒是慧眼识金。您家里缺人手吗？我什么都能做，孩子们长大后也能做工，求您行行好，不缺，只要不让我们分开，赏口饭吃就行，别走啊！世道艰难，连人命都不能当牵花。只要我们终结乱世，百姓就不会再陷于困苦。锦娘姐姐，钱带给我。钱你拿走。但这不是交易，你们不是为了当货物而降生的。哎，严康战船上的那个胖娃娃。什么胖娃娃？我在家排行第7，
大家都称我为七公子。白白胖胖的，应该叫肥七公子吧？多谢公子。降龙城不把我们当人看，不如去大虚的其他地方，可以凭本事而活。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放牛的，我开始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喏，这个在外界应该很值钱，算我替大虚人谢谢你。这么贵重的谢礼，我们延康人不回礼可不行。有意思。大玉天魔经教主夫人，降龙城延康，这场宴会太复杂了，我必须进去一探究竟。有办法了，上面说器皿攻擂赛获胜可得100龙币，我要报名打擂。今日打擂名额已满，明日请早。这下该怎么进去呢？喂，嗯，放牛的，你是谁啊？果然认不出来了。我叫林玉秀。钟灵毓秀，好名字。我问你，我胖吗？你的脸蛋圆圆的，应该算胖吧？演员是天生的。奇怪的姑娘，但有点眼熟。你想入府？随我来。城主，我延康这里还有位朋友。既然与秦将军相识，请入座吧。好凶的延康人，在这里你可得小心。看，神断山、百善老人、灵谷大道、黑尊者、妙毒手黄莲夫人，都是大虚有头有脸的神通者。还有城主傅云蝶，他已修至生死境，是大虚中少有的高手。那你呢？我的身份，嘿嘿，保密。教主夫人，你叫大家来，不只是为了喝酒聊天吧？听闻很多人都想借大玉天魔经探寻成神之法，我索性邀大家齐聚一堂，看看除我之外，还有谁有资格做他的主人。别以为你有魔典，就能逃出我们重重包围。谁夺走大玉天魔经，谁就是众矢之的。无论是大虚的高人，还是延康的贵客，我只为回应教主夫人邀约而来，不会争抢魔典。秦将军知礼，却不知城主若夺得大玉天魔经，便能在与延康的和谈中占尽先机。原来城主并不想反抗延康，只想为自己争取更多好处。城主与延康勾
在我府上做客，还请给几分薄面，不要伤了和气。对，和气生财。城主，擂台上的少年便是令郎庭月公子吧？据说城主夫人失踪多年，她从小没娘亲，似乎也是个可怜的少年。城主夫人。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。虽然她娘亲是个恶人，到底未养我长大，我与她也算有渊源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他可怜。他疯了，这根本不是比武，是屠杀。明月公子不愧是灵台境第一人。去年对战352名修炼者，无一人生还。小儿不过打死了一些大虚器皿，不值一提。说来，他也实诚，从不逼人比试，只需以钱财请人打擂。怎奈来人众多，百枚龙币却花不出去。虎父无犬子，公子真是英雄出少年。哎呀，多谢城主款待，饭菜很香，我打包一些回去给婆婆和夏爷爷吃，浪费可耻。孝顺的好孩子。这一餐要多少钱？来者是客，不收钱。城主不收，但我不能不给啊。100龙币是否够了？请稍后，我去杀个人，赢钱之后还你。庭月公子，听闻器民在此处打擂，赢了会有100龙币。我是个器民，所以我来试试。这小子为了赚100龙币，居然挑战庭月公子。胆子这么大的少年，很难活到成年，一般都是在这个年纪就死了。他才不，他。没想到大玉天魔经尚未决定归属，倒遇到这么一出有趣的事情。不妨我们打个有趣的赌，若庭月公子赢了，大玉天魔经便赠予城主；若是那个少年赢了，则继续由我保存，如何？教主夫人此言当真？3年来，少说也有1000人挑战月儿，没有能够活下来的。别贪吃，一会儿还有更新鲜的牲口。哼，气什么？在香龙城，低等器民和猪狗一个价，怎么就不算牲口了？用兵器吗？你可以，我随意。倘若你的水准能让我使兵器，我自会动用。你是学战技的？这是什么破刀？他叫杀猪刀，专杀猪狗不如之人。想激怒我？我杀猪刀法第一式，一战连城风云。
你的一举一动，任何反应都已被我看透。那是城主的8项天神功。平月公子得城主亲传，已经能将元气凝成8只眼睛，以8眼观8方。看在你勾起我怒火的份上，就不拿你去问鱼了。我保证会一剑一剑削死你，让你死得比任何一个器民都凄惨。小心！只要我的攻势足够迅猛，哪怕你看得到，也避不开你，拦不住。他用的刀法是极端强横的顶级战技，他究竟是何来历？该死的牲口，出刀越来越快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城主不会想插手他人打擂，坏了江湖规矩，令人不齿吧？自然。凤鱼的拿刀动作好奇怪。反手持刀是战技流派的必杀战技，将兵刃贴近身体，以便近身与敌人搏杀，使出致命一击。他是天刀的传人，他的必杀招会有怎样的威力？杀猪刀法第3式，急刀出进来，车马轰如雷。身赴皇宫，10万君王逃。竟然是这招！听闻天刀曾是一代文豪，却在国破家亡之际弃文从武，孤身闯入敌国皇宫，一刀斩落皇帝的头颅。这一刀也被称作是天刀最凶毒的必杀之刀。我不习惯欠人情。我们大虚器民虽然穷了点，但还是有些骨气的。这里是100龙币，我的饭钱。这小子豪杰满座，饮酒醉。杀了令郎，偿饭钱。痛快！把他拦下！这是那天神头盗走我观音时施展的腿法。他得到神头真传，显然没有人可以留住他。看来这个赌是我赢了。兜兜转转，大玉天魔经还是得由我收着。城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告辞。留下我点。休要走！带兵跟上那小子，使他杀了。
锦娘姐姐，哲人引开伏兵，送放牛的出城。齐殿下，不可为那少年与城主生气，打乱延康驻军计划。国师与副帅的大军，明日就要到达香龙城了，我们必须稳住城主。神霄天眼，这些古老的龙珠经历过这么多岁月，不知道能否撑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。放牛的，你在上面做什么？看香龙城的星星呀，和延康的一点儿也不一样。你不来看看？你杀了城主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躲起来，还守在城门边，不怕城主把你抓走？延康国的大军快来了，我要在这里抵挡他们。归顺延康不好吗？我来到大墟，就好像见到以前的延康国一样。以前的延康？那时延康刚建国，依照神谕，归属于宗派长生门管辖。然而，长生门仗着神谕，欺压奴役百姓，令百姓过得凄苦无比，甚至易子而食，神世九空。延康人拼死与长生门打了600年的仗，直到200年前国师变法，才彻底除掉长生门。延康国师，我知道他，顾离暖也提起过。延康国师召集天下剑客，共创新式剑法。哎，他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想来大墟？变法艰难，延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攻。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，就会功亏一篑。所以延康国只需要大墟里的神迹秘宝来助你们变法，而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神之器民。如果大墟变成延康的疆土，器民们还能活命吗？延康会接受器民的，只要归顺，就一样是延康的子民。大墟的人做惯了无主之民，我们有自己的行事规矩，而你们不会知道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将要遭遇什么。延康的不败神话会在这里终结。我是延康人，任何与延康作对的，都是我的敌人。我是器民，不可能背叛大墟。战场上，我如果遇到你的话，绝不会留情。我也是。齐殿下，延康大军已经退回密水关，我们需尽快离开大墟，以防香龙城生变。不急，离开大墟前，我还得见一个人。大墟不是久留之地，你待在大墟，只能看到世界偏僻荒凉的一角，看不到外面天地之广阔。放牛的，你有胆识，也有潜力，我不想你一辈子都耽搁在这个穷乡僻壤里。我从小在大墟，我喜欢这个穷乡僻壤。哎，不过你倒是说说，外面的天地又有什么不同？法术神通，日新月异。延康国的皇帝和国师正开辟一个新时代，掀起一场大变革。你若是愿意同我做出一番事业，现在便可启程。延康国我一定会去，到时候便去找你。你不跟我一起走？我家规矩大，必须要通过长辈们的考验才算成年，才能离开家门。我家有9个长辈，要通过9关，但我至今1关未过。而且我还必须要进入暗界，找到无忧香。那我就在京城等你。我之前便觉得你身上很香，
很熟悉。原来和我这香囊用的是同一种布料。这是用天香丝织就的，献给皇室的贡品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嘿嘿，瘸爷爷说过，凭本事到手的，当然就是我的。你气鼓鼓的，脸显得更肥了。算了，我很大方的，香囊就送给你这放牛的了。不过，你不回送我些什么吗？香囊是你的？这不是瘸爷爷从肥妻那儿？难道你……我就是那个肥妻公子啊！你好好说，我胖吗？你在脸两旁梳着头发，是显得瘦一些，不过拨开头发还是胖墩墩的。这个送你。送女孩锤子。要不你挑个喜欢的。算了，还是锤子吧。七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殿下，你是延康国皇帝的女儿？放牛的，咱们京城再会。这！魏永晓，你对付左面，我对付右面，闪掉他们释放肾气的蛇关。胡灵儿，吹散肾气。玉龙稳住，撤！得救了，白虎军来了。袁将军，还有2名师子活着。于渊，难道他就是初雨姐姐的兄长？看着好眼熟，好像之前进攻香龙城的延康军中，他就是领队的将军。是初雨的陆隐。秦世子见过家妹。我被诗仙教的人追杀，是初雨姐姐救了我。那时他正带兵出征，也不知这场仗打得怎么样了。秦世子放心，诗仙教已经被初雨击溃，逃去了南疆。你安心在京城考学。若是遇到难处，尽管来寻我。放牛的，居然是你！你是来京城看我的吗？肥妻，都说了，脸圆是天生的。七殿下息怒。七殿下，那不就是玉秀公主？我用参见公主殿下。听闻七公主喜欢扮成男子去军中历练，今日一见，果真英姿飒爽。七兄弟，便是有于渊将军罩着，也不能对公主无礼啊！讲当面说一个女孩子胖，小心被杀头。我们那儿夸女孩子漂亮，都是说身强体壮。肥妻虽然不壮，但好在脸还是胖嘟嘟的。公主殿下请息怒，秦世子初来乍到，不知礼数，还请公主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魏世子不必多礼，我和他是旧识，也只有他敢这般说话。
我以后也要吃得胖胖的。啊，你连公主也认识？算是吧。秦兄弟既然是白虎军的于渊将军，看起来又跟七公主交情不浅，佩戴的宝剑显然是上等领兵。他衣着华贵，身手不凡，七公主却又叫他放牛的。这秦兄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除了京城秦家，我怎么想破头也想不起来严刚有这样的世家大族啊！七殿下，玉龙门势力颇大，难保没有余孽，还得让2位世子尽快回京才是。你们跟着我回京吧。来人，护送七殿下与2位世子入京。9个龙头哎，被龙头包围的地方就是京城吗？没错，俗话说9龙拱卫京城，就是指京城外有9条巨龙般的山脉。山里竟然藏有千军万马。不愧是天子统治天下的地方，厉害呀！一眼就看出山中藏兵。9龙拱卫京城，其实是指藏在山脉里的兵营。诗仙教说，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玉龙门也是因为这个造的反吗？虚伪，又一个杀国师的借口罢了。宗派为何都这么恨国师？因为国师动摇了宗派的根基。从前没有世子，更没有什么人会识字，世上的功法典籍都掌握在宗派手里。宗派的绝学就是绝天下人之学。直至变法开始，国师每灭一个宗派，便在他的废墟上建一所学堂，传道济民。开创延康之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但仍有许多古老宗派，至今屹立不倒。于是，国师将目光转向大虚。若得到大虚的神魔功法，延康人人比肩神奇，宗派将不复存在。从那时起，宗派们便打着神域的旗号，或极力弹劾，或暗中刺杀，是要阻止延康进军大虚。然而延康这柄剑，是国师以武将血汗、文臣击鼓铸成，剑出无回。所以他们急于诛杀国师这位铸剑者。不错，江陵是国师的故乡。我怀疑玉龙门此番袭击江陵世子，不只是向国师示威，更是在试探国师的伤势。一旦确认国师重伤，他们便会发起猛攻。啊！玉龙门胆大包天，等国师伤好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你们真的以为国师受伤了？依我之见，国师根本没有受伤，而是故意要引蛇出洞，将延康境内所有反抗他的势力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你的意思是？可现在叛乱不下20处，宗派攻城略地，百姓死伤无数，国师怎会纵容这种事情发生？他若是没有受伤，怎能引出这些乱臣贼子？他在大虚吃了败仗，又身受重伤，无论名声还是实力都大大折损。谁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机会？国师应该早有谋算，不等所有乱臣贼子都露出马脚，绝不会出手平乱。可是，会死这么多人，但国师便会彻底铲除后患。今后他出兵时，谁还敢在他背后动手脚？我还是觉得飞轮车坐着更舒服些。
你还挑上了？喏，我们到了。你们可有落脚的地方？我去国公府投奔老太爷，亲兄弟不妨与我一起。今后若是有难处，到任意一家五方月坊，说你找傅庆云，便可以找到姐姐了。哦，你们知道五方月坊在哪儿吗？哦，看不出来，放牛的还是个风雅之人啊，喜欢这个调调。京城有风、花、雪、月四大街巷，最大的五月坊听雨阁便在花巷。祝你玩得开心。他还没告诉我花巷在哪儿，怎么突然走了？到前面左拐，再过7条街就是了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是兄弟保重身体呀！现在来为大家诊治。公子试试吧。这不是宫中的萧太医吗？对了，放牛的也在花巷，我顺路去看看。花巷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？听雨阁中来了位神医，2个时辰前，四王府的老夫人讨了药方回去，吃了一副，顽疾就好了。放牛的，给你药方。公子，我们医手没有灵胎和参草，能治吗？你可以修习造化灵功，用灵功化形变出一个灵胎。连狐狸都能治，真是花巷神医。原来花巷神医就是放牛的，还以为他来游玩，没想到是来当医师的。花巷神医，恐怕是江湖郎中招摇撞骗。你开的都是最低贱的药，岂能成效？药不论贵贱，花巷中的女子都不是贵人，没有多少钱财。那你看我有什么病？老先生，你病得不轻。骗子，还敢在老夫面前？你是药师，你身上有万种药味，可见你常年与药物打交道。但你的药术不精，没有将药中的毒调理好，而今体内已经积累了100种毒性，救不得了。那你说我还有多少寿命？你若是不动怒气的话，可以多活几年；若是动怒，毒气攻心，便只有10天。倘若我10天不死呢？
说我现在就死？我若是不死，便让你死！属下太重视了。怎么回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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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太医暴毙而亡了。这个神医似乎有点不一般。公子，呀，我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？不急，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。多谢。我先继续诊治。神医，救救他吧！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，回来后便越来越瘦。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，命我送他回京求医。晚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他明明有气，还活着，只是身体还活着。他中的是蛮敌国的巫毒，毒性渗入魂魄，已经魂飞魄散了，我救不了。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，再有人中巫毒，尽早服用可以救命。神医大恩大德，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。他们是庆门关的将士。庆门关正与蛮敌国打仗，你的药方可救百万将士性命。肥妻，放牛的，谢谢你。你的气色很好，怎么也来找我看病？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，看了不知多少医师，就是不起作用，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。上轿吧。肥妻是严康的公主，她的长辈，该不会是……皇帝生病了吗？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体魄很是强健啊。嘘，病的是我的祖母，当朝太后。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禁的罪过？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。我若是治不好呢？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。还有什么法子？祖母，我把花象神医请来了。秦牧参见太后。他小小年纪，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，怎能给太后看病？万一是个骗子？萧太医也这么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花象神医，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，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。
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此毒名为千机毒，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。中此毒者，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，无论怎么开方，都只能解决一部分。而且，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，治疗的次数越多，中毒越深。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，可毒性却一直变化，药方也不停地变，但始终解不了毒，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。小神医，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？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。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？大虚。大虚。千机毒，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，谁也不曾见过，所以我姐，臣无能，臣该死。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，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。玉面毒王如今何在？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，无数仇家杀上门来，他无法立足，只好割面而去，从此消失200年。不过，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。他们说的玉面毒王，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？我从小到大，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，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。太医们无法可解。花香神医，你呢？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，这毒会是他下的吗？不对，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，不可能下毒。我有办法解，不过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，还需要1023位宫女，1023个木牌，1023只闭眼蟾蜍，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，一堆破木牌子，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，就能解千机毒。这小子卖弄什么花招，功夫玄虚。他要是解不了毒，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看，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。准。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。放牛的要用他们来做什么？列阵。木牌一面为黑色，代表阴；一面为白色，代表阳。听我号令，第一列。阳，第2列阴，第3列阳，阴阳阳，第4列。我明白了，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，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，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，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。用术数来推演药理，不可思议。第1列进入第3列，双阳相撞者，前位进阳，本位转阴。咦，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？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？均衡谈何容易？除非
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气毒里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。阳气枯竭，生机不振，他要失败了。成功了！1022种毒物，阴阳相生相克，千气毒自解，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，简直神乎其技。诸位太医，这方子如何？丹方奇美，壮丽如歌。老夫行医100年，却只流于表面。今日得见小神医，方知医术浩瀚无边。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，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炼药不用丹炉吗？波动元气演化炉火，水火相济萃取药力，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香气手。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想学啊？我教你们。多谢小神医。他们怎么那么激动？药师爷爷说，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。手法只是补充，算不上多么特殊。服下此丹，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，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。
请二皇子保举一人随我去历练。须是没有修成六合境的士子，修炼之道尚未固定，更适宜发掘潜力，因材施教。霸山祭酒在太学院的地位，仅次于大祭酒。皇子院的人若有他的指导，或可以将储君之位。国师曾说，我七妹悟性绝佳，资质不凡，就是有些顽劣。霸山祭酒教学严厉，可替我磨磨他的性子。妹妹，哥哥要出远门了么？下回跟哥哥出去耍一耍。什么妹妹？龙麒麟分明是公的嘛！别伤心，反正人家从没喜欢过你。牛儿，如果他喜欢你，你就更麻烦了。青牛，回来！我不会再麻烦你的。二哥，我真的可以跟着霸山祭酒去历练。我与你一母同胞，自然要把最好的给你。正好，也可以让你远离那个气。霸山祭酒，你们何时出发？还要等一个人。他来了。放牛的玉秀妹子，原来是你要跟我们去历练啊？是我，你不高兴？没有啊，有个朋友，这一路上就更有意思了。就是你二哥怎么一直瞪我？感觉你身边总有一些凶巴巴的银康人。之前在香农城，清风叶就经常的。都到齐了，那就出发吧。霸山祭酒，我可否与七妹一同出行？二皇子已至七星境，修炼之道固定，我无法教导你。放心，七公主的实力一定会突飞猛进。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凶险异常，每一分提升都关乎你们的小命。七公主选的这本清霄雷饮不错，是道门正统雷法。你们皇室的九龙帝王功刚猛霸道，两者结合，威力更强。你选的倒是不随大流，颇为独特。七公主虽是武药境界，但根基不稳，发挥不出功法的真正威力。看好了。术和战技竟然可以结合使用。我恩师的道可以切开天地，战破苍穹，一刀破世间任何法术神通。我做不到，所以只能另辟蹊径，自创战法河流。从今天起，你陪七公主休息吧。
上路。生古木，重古春秋，古有梦魇不知愁。策马陌路，雁康游。我信这一生八体，破心中神仙无敌。斩上苍，踏遍荆棘。梦醒复思谢恩义，魂飞涅槃新生灵。一剑开，解辟天地。就随我对天射日，见黎明，虚空早无必安息。一同我眺望世间，不冷寂。岁月静好，心不息。岁月静好，心不息。一天，我就可以将黄金宫所有弟子的意志摧毁，将你们的自尊统统碾碎，将你们的尊严踩在脚下。待我炼死你的魂魄，为师兄报仇！区区巫毒，继续！可恶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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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40名巫就这么被他杀了？还有谁是彩魂修炼的？出来！我想杀一个。斯穆罗，他的破绽在左肩，这是他功法没有练到的地方。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只是没有看出确切的位置。多谢巫王指教。作为长辈，这样无耻有些不好吧？吴可汗，当年我败在你手上，痛定思痛，总得一雪前耻，行吧？这里的人修为太低，我怕你我交手会将他们震死，随我去雪山一战。
师兄引走吴尊他们，是想让我趁机潜入宫中偷盗。不过还有4个巫王留守，既如此，来吧！连战40余人，你的力量损耗不小吧？把运魂居在羽境中做剑灵，护法的确要写。日照阳魂，空中烈！禅宗烈魂法，一死瓦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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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过，要摧毁他们的意志。必一定会做到的。放牛的，你左肩的伤，那片羽毛上不是我的血。斯姆罗师弟还是嫩了些，不够沉稳。丹巴罗。
稳定了。丹巴罗不错，心狠手辣又沉稳得很，是个大才。丹巴罗，放牛的死了！不可能，公子不会输，那不可能是他！不要冲动。延康国的两脚羊就不配活在世上。接下来，土门的人是我。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小女娃，等不了多久，我们便可以去雪山看看了。去向乌尊报捷。是。启禀乌尊，杜门的小家伙死了。哼，吴可汗，你很快也要死了。丹巴罗怎么不回来？多半是因为他也受伤了。丹巴罗生性谨慎，受伤之后肯定会立刻疗伤，不留下任何隐患。这也是他令人赞许的地方。此乃藏宝重地，丹巴罗在做什么？弟子击杀了前来堵门的延康恶徒，收获了一把宝剑，不敢私藏，打算献给乌尊。好灵兵，在我黄金宫中也找不出几件能够与他相当的宝物。你立下这等大功，又献上此等重宝，乌尊一定会大大的赏赐你。还望师兄行个方便，带弟子去宝库看看都有哪些宝物。待到觐见乌尊时，弟子便能求得赏赐。也好。记住，只许看，不许乱碰。一旦误触乌尊的封禁，里面的恶鬼就会被释放出来，将侵入者啃噬入腹。
兄，宝物呢？急什么？走近点再瞧瞧。南巴罗，你这大功连我都羡慕得很呐。我从延康人身上得到了不止一件宝物，还得了一瓶圣药。我嗅了一下气味，美妙得很，似乎要成神了。南巴罗，我提前带你来这里挑选宝物，你不孝敬孝敬我？重宝可都放在最深处、最珍贵的位置。小气。好香啊！这叫须弥香。妈死吧！死了！全都死了！又来了！酱猪子果是须弥香的解药，快服下。放牛的，你还活着？我是在做梦吗？不是做梦。有下呀！老爷还在塞河里了。放心，我们能逃出去，他更能。而且乌尊他们发现黄金宫被我麻翻，定会回去查看，反倒能给师兄制造离开的机会。等乌尊和巫王们解了须弥香，立刻就会追杀过来。青牛，能跑多快跑多快。
我来抱着他。那头牛，那头牛！你们的牛快把我们村的水喝光了！老人家，我们这一路实在劳顿，所以我家的牛多喝了点，还请见谅。你家的牛真壮实，我们村也有几头母牛，能配种吗？我可不配种啊！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妖怪！不是妖怪，我是妖怪。你们是从隔壁村逃出来的吧？哎，隔壁村的日子过得好些，才养得起狐仙和异兽，却也免不了被抓壮丁上战场。天色晚了，你们到我们村歇息吧。那我们便叨扰一晚。我来帮您赶羊吧。哦，是。难怪小伙儿养的牛那么好，一看就是老手。放牛的，你这名字还真不错，牧牛牧羊都合适。哎，你还放过什么？别撩我了，老人家您带路。这小伙儿结实又能干，对我这把老骨头也是有理得很。姑娘，你真有眼光。老人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伴儿啊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再加几双筷子。哎，羊都回圈了，我来做饭吧。以前在村里，我经常做的。老人家，您家里就剩我和老伴儿了。几位可汗天天打仗，你杀我，我杀你。你来抓一波壮丁，我来抓一波壮丁，把村子都抓空了。我们的2个孩子也回不来了。这小伙儿饭做得好，人也勤快，愣是不让我动手。姑娘，你们打哪儿来的？隔壁村逃出来的小2口。才不是呢，我们是清白的。都是过来人，明白。姑娘脸皮薄，姑娘人长得好看，身体也结实，小伙有福气。你们在外面逃1、2年，等打完仗生个娃带回去，家里有孩子热闹，父母也高兴。倘若我和放牛的生个娃带回去，父皇还不得气死？呸！父皇不会被气死，但肯定会杀他的头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村里好久没有年轻人了，一会儿你们自己挑一间空房子住下，想住多久都行。听老人家所言，恐怕塞外诸国内斗，是想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，来与我严康抗衡。这其中定有楼兰黄金宫的受益，只不过这塞外第一圣地仍有犹豫，担心培养出另一个严康，失去对塞外的控制。这宝钱对你身上的伤有奇效，你抓紧涂抹治疗。放牛的，有些地方我看不到，不方便抹。好啊，我来。哎，我来帮你抹，不劳烦公子。都说我的伤已经好了，连剑痕都没留下。你弄得我好痒，我那里有一块小肉呢。你忍着不要动。
我帮你把这里的淤血化开，一会儿就不痒了，会有些疼。好了。神医，人家背上还有几道伤口，不知道有没有留下疤痕。你背上的伤口是我涂抹的，服药前我已经帮你挤出了淤血，不会留下疤痕。你爪子上的毛真软和，为什么没有试着变成人手啊？公子喜欢。你看你的眼头跟我们的不一样。公子喜欢。你怎么还不化形？公子喜欢。嘿嘿。狐狸精。闪开！都闪开！那头大狮子是活的。公子，这些不开眼的已经让出一条路了。公子请。太张扬了，太张扬了，以后不许这样。诸位师兄师姐，得罪了。放牛的！七公主历练回来，怎么变得和世子君那魔头一样，还放话要横扫皇子院？放牛的，你这些日子去哪里了？和霸山老师都很担心你。多日不见，你的本事越发厉害了。你要小心，新任大旗酒师顾里暖，他还向凌云道人打听过你。秦博士最好将少宝剑还给顾里暖，他向来小肚鸡肠，我可以做东，让你与他会一面，化解恩怨，不然难保他不会给你小鞋穿。按照我们大虚的规矩，凭本事到手的东西是不必还的。况且我听顾里暖说他是太子的老师，二皇子觉得他会给你面子，不担心他给你穿小鞋吗？我最近便要上书父皇，前往边疆带兵。七妹，朝堂内外暗流涌动，你不如随我去边关。我若是待不下去，肯定去找你。不过我现在还想随霸山祭酒修行呢。二皇子放心，有我在。这才是我最担心的。边关将近，世子们都要修梦回乡了。你呢？我答应了婆婆和爷爷们回村过年。你要离开，回大虚了。公子，国师派人来还钱了。啊！国师收到赏赐了。陛下厚赏万金，还特赐姻缘，将百名闺秀的画像送至府上。从金枝玉叶到绝色美人儿，老爷一个没选，唯独青睐那位织染令。次日便成了婚，与夫人游山玩水去了。织染令，你猜猜是谁？你见过的，你之前在滴江县救过他哦。是你的那位朋友，国师夫人竟然是他。是呀，我也觉得太巧太妙了。锦娘姐姐倾慕国师很久了，之前一听闻国师受伤，她便急着去大虚搜罗药材，如今竟真结为良缘，这怕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。大雪天跑去游山玩水，